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许清然，怎么了？闭上眼睛。好了。好美啊！许清然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既然开心，怎么不敢看着我？没有啊。许清然，我们是夫妻，我谢景言这辈子只要娶了谁，就会一辈子对她负责。以后你不要担心我和沈萍萍有什么。原来只是负责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些冷了，先回去吧。他现在应该消气了吧？太好了，我得了第1名。抱歉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主办方通知我明天去颁奖典礼领奖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做得不错。Can you love me, love me, love me? 许清然，许老师，好久不见。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家庭教师了，你不用这么叫我。许老师还真是绝情啊！不过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喜欢你。别这样，这可是颁奖会场，你也不想名誉扫地吧？哼，那又怎样？哎呀，这个俗话说呀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贾磊，你这个天杀的，又背着我在外面勾搭狐狸精是吧？别，老婆，你误会我了，是他勾引我的，老婆。二人妈妈，你别听他说，是他先骚扰我的。你放屁啊！我老婆这么好看，老子会看上你？呸！老婆，贾磊，我是被会场通知过来领奖的，这里的监控可把你的行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哼，你当这个是什么颁奖典礼啊？你一个只上过成人大学的，你敢夸下海口来这儿领奖？你问问看，有谁会相信你？我一个研究生都没得奖，一个高中辍学的，也不怕把牛皮吹爆了。这可是国际比赛，评委是国家级正红大使，你怎么可能会被他老人家看上？事实胜于雄辩，通知我来领奖的短信就在我手机里头。你是故意的！今天有我在，你就别想欺骗在场的任何人。这位女士，如果你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，我就只能请你离开。许清然，只要你肯答应陪我睡上一晚，我给你发10个奖项，怎么样？嘿，你做梦！你个骚货，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的男人，当我不存在呢！你敢打我？你眼瞎，看不到这头猪在骚扰我，不明是非就打我，眼睛不要可以捐了！保安，把这个疯婆子给我赶出去！快抓出去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佛爷，没事吧？佛爷，这个女人是偷偷尾随溜进来的，我要履行职责，保证全场的安全。偷偷尾随？我们谢家的少夫人还需要尾随别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她是佛爷夫人？不会吧，这丫头平平无奇，佛爷喜欢她什么呀？这许清然怎么会认识佛爷？不关我事啊，佛爷，是他们说少夫人是狐狸精，是他的错。是你呀！放屁！明明是你小子狗眼看人低，你别想赖在老子身上！佛爷，夫人呐，对不起，刚才呢是个误会。就你这种狗咬狗的货色，也配污蔑我老婆？
佛爷，刚才是我嘴欠，有眼无珠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放过我吧，夫人。带下去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贾磊在海城的所有业务公司全部取缔。是，佛爷。徐老师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，看在好人的面子上，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我教过好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我是不会放过贾磊的。拖下去！对不起，又要让你看笑话了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打电话给我。景言，你来了。你看你领带都歪了。不用了，清冉，帮我系一下。好了，夫人果真手巧。啊，对了，典礼快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了，你随意。谢景言，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你这么看不起我？等着吧，站在你身边的早晚会是我。哎，听说这次不知道这次的第一名是谁？是吗？不要紧张，有我在。各位嘉宾久等了，我宣布此次繁花国际设计比赛的第一名是，恭喜许清冉小姐斩获魁首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许小姐登台领奖。我看过你的作品，后生可畏啊！祝许小姐以后能够荣获更多的奖项。郑老师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请问许小姐有什么获奖感言吗？我很感谢此次的比赛，能让我证明我自己。在泥潭里努力生存的人，也有能力走向灿烂的明天。许清冉，你就得意吧，很快也就笑不出来了。啊？抄袭？你看到了吗？这是抄袭的。许清冉的作品是抄袭的。许清冉的作品是抄袭的。郑老师，你看，许清冉参赛的设计图与视频中的一模一样。许小姐，麻烦你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还解释什么？证据都摆在这里了，他就是抄袭。一想到我们老老实实参加比赛，第一名却被这种人抢走，真是气死了。盛红老师可是业界出了名对抄袭零容忍的人，权贵都不例外。他这么做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夫人，立刻去调查到底是谁做的。是。这应该是误会吧？冉冉，你快向大家解释清楚啊！这当然是误会，我有办法证明我没有抄袭。麻烦帮我拿一台电脑。好。谢谢。许清冉，真期待你看到账号里面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表情，那一定很精彩。许清冉，没有谢景言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想靠自己翻身，白日做梦。怎么会这样？许清冉，
你是骗我们的吧？你根本就没有手稿，不过是少了一份存稿的账户，我还有其他备份。大家请看，我的原稿比视频中的更全面、更详细，这些足以证明我才是原创。怎么会这样？很好，进步了。诸位静一下，我证明许清冉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个第一名，她实至名归。还当我是软弱可欺的傻瓜呀？许清冉没有抄袭，我骂错人了。盛虹老师说的话绝对没有错，是我们错怪他了。让我们来恭喜许清冉小姐获得这场比赛第一名！哈哈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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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会不会也是误会吧？我可以证明，我是许清冉的大伯，许清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呢。许清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呢。他就是个畜生，当年他爸妈就是因为他活活被大火烧死了。你们看许清冉的表情，明显就是心虚。我觉得他就是杀人犯。一个杀人犯凭什么参加比赛、登台领奖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快滚吧，许清冉！快滚吧，杀人犯！你个杀人犯！滚出去！杀人犯！杀人犯！杀人犯！滚出去！杀人犯，快滚！你就是个灾星！你看你居然害死了你父母！你就是个杀人犯！杀人犯，滚出去！杀人犯，滚出去！杀人犯，滚吧，杀人犯！清冉，你没事吧？不是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。我信你，我相信你。佛爷，佛爷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快离开吧。清冉，我们走。不要让这个杀人凶手逃脱法网，必须把他送进监狱。没错，不要让这个杀人犯逃走，别让他逃了，不能让他逃走！杀人犯别走，把他抓起来！快把他抓起来！滚开！我警告你，凡是敢伤害我夫人的人，我谢家对他不死不休。许清冉，你去死吧！他杀人了！把他们抓住！没人！干嘛呢？这是？使劲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许清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江之华，怎么是你？你要杀我？你害我家破产，害我被扫地出门，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做梦都恨不得你去死！哎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许清冉是天煞孤星，他不仅害死了自己的亲爹亲娘，还害得人家这个小姑娘破产。他就是个祸害，人神共愤。要是有人害我们家，我也一定要他的命。这哪儿啊？我也这样。我恩将仇报吗？是好人，谁再敢多嘴，就小心收我谢家的回礼。老子说的都是实话。许清冉，你个小贱！我家佛爷都不敢对少夫人说一句重话，
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，老子不是被吓大的，老子不怕你们。现场这么多人，我就不信你能弄死我。各位，我6岁那年，家里失火，我和我弟弟不在家，因此才逃过一劫。当年那场火灾，警方通报是意外。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什么阴谋，我们谢家就算散尽家财，也一定会追查到底。从现在起，凡是提供线索的知情者，我们谢家上1000亿别墅，终生奉他为座上宾。啊，1000亿这么多，这太多了吧？1000亿也买不回他爸妈的命，他就是一个天煞孤星，就是个祸害，克死了他爸妈的克星。这年头怎么还有克死的封建迷信？当年他才6岁，他一个孩子知道什么呀？带上来。佛爷，这就是污蔑小姐的真凶。佛爷，这些事有人故意针对冉冉，你可一定要调查清楚啊！说，你们4个是不是一伙的？许清然，想不到你得罪了这么多人，看来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你，你迟早也会遭到报应的。是他指使的我，他给了我500万，让我监视少夫人，还要偷设计图给他。你瞎指什么？对，就是他，为了报复许清然，他收买我们，就是想打垮许清然。江之华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他们在胡说八道！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少爷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妹妹急需钱治病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她手机里肯定还有证据可以证明她就是幕后指使者。夫人，江之化对付江家是我的意思，要报仇冲我来。沈小姐，设计图我已经偷出来了，我现在就传给你。不用，把图纸传给江之化。江家破产，到处求救无门，把资料放在他手里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之化，你就算再恨许小姐，也不能动手伤人啊，害人终害己啊。这个设计图是别人传给我的，我只是散播图片，想要你名声败劣。但我并没有收买他们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抵赖？不是我指使的，不是我。把他带下去，交给警察局，让他牢底坐穿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。带走。清然呐，咱们都是亲戚啊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是吧？求求你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！我鬼迷心窍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带走。许清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忘了，你弟弟的户口还在我们的名下。现在正是他高考的关键时期，我们要是有事儿了，他的前途一切都完蛋了。看在他的份上，你们走吧。从今以后我们恩断义绝，以后要是再敢来纠缠，我不会再讲情分了。许清然，他毕竟是我亲弟弟。快走快走！诸位，针对许小姐的阴谋已经水落石出了。许小姐，你受委屈了，这是你的奖杯。我确实受委屈，今天如果不是景言帮我，
我就死在了你们的助纣为虐之下了。查清楚今天动手的都有谁，谢家将依法追究，一个不落。是，府爷。景言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哎，徐小姐，你的设计图我很喜欢，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合作。郑老师，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，我会非常荣幸。那走吧，走。哎，算了。走吧。怎么什么好事都有你？许清然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没有如果，我们已经产生了交集，我们正处在一段关系当中，不是吗？清然，你要正视我的存在，因为你，我才明白在乎一个人的滋味。你喜欢我？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我。 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 또 설레어와 내 운명이죠.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 단 한 사람. Baby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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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信了吗？我信了。信了，那今晚我可以留下来吗？啊，这，我受伤了，一个人不方便。你看，我脱衣服就不方便。好吧。 你说的是这种睡觉啊？你想要别的睡觉，我也可以给你。我不要，我要睡了。晚安。喂，景言，我喝醉了，你可以来接我吗？你怎么没走？哦，你以为我要去找沈翩翩？我没有，我。没错，我就是以为你要去找他。
让老婆生气是老公的错，老公这就陪你。别怕，现在和以后，我的身边只有你。景言，郑红老师让我去他的工作室工作。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都支持你啊！就算你想要给爷爷生个重孙女，我也支持你。有事给我打电话，下班别走，我来接你。好。 웃음을 잃어버린 세상 속에서 어느새 마주하게 된 너라는 기적. 沈翩翩，冉冉，你的能力很得郑红老师的看重，我的别墅交给你设计，放心，我是为你工作。 沈小姐催得比较急，你的设计风格比较符合她的要求，我还要接待别的客户。清然，你和沈小姐好好聊聊关于别墅设计的想法，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啊。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许小姐该不会是因为我不想接待吧？沈小姐多虑了，我是专业的设计师。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。这栋别墅3楼，我想做成健身房，客厅最好建个大酒柜，这样我跟我爱的人健完身之后，还可以一起喝点酒助助兴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冉冉，你跟佛爷平时健完身之后会喝酒吗？抱歉，我怀孕了，景言只会亲手为我做健康的餐食。 沈小姐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诉求吗？没有了，暂时就这样吧。好，许小姐，这是你的工位。谢谢。听说他就是许清然，听说之前杀过人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？郑老师把杀人犯召进来，万一他凶性大发。 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啊？请你们不要以讹传讹，我没有杀人，更不是杀人犯，无风不起浪。如果你没有做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传闻？赶紧滚！我们不欢迎你。啊！没有人教过你们吗？在不了解真相之前，不要随便给人定罪。 在干什么？郑老师，许清然用瓶子砸我的脸，把我脸都砸肿了。郑老师，我一向敬佩您的为人，但是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招一个杀人犯进公司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杀人犯。当年的火灾有新闻报道，不了解事实的自己去查。若再以讹传讹，就自己离职。我们公司不养没脑子的人。 抱歉啊，这事儿是我监管不力，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很努力的，你别跟他们计较。这次我不会计较，但如果有人再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，我就会拿起法律武器告他们诽谤。好，关于别墅设计的事，你跟沈小姐聊得怎么样了？我打算先做一个原始平面图出来给您看看。好，我期待着。冉冉，谢谢你帮我设计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牛奶，你尝尝看。谢谢啊，趁热喝。大家都辛苦了，我给你们买了咖啡，快过来拿。
哇，谢谢。哇，谢谢沈小姐。谢谢你啊，沈小姐，谢谢你真是人美心善。是啊是啊，比今天那个新来的不知道好多少呢。你们别这么说，茶水间有蛋挞，你们快过去一起吃吧。谢谢谢谢。我东西呢？你看看沈小姐这个人真好呀。张月，啊，谁让你删我的地图？谁删你地图了？你不要随便冤枉好人。冉冉，我刚刚还和张月一起喝咖啡呢，他不像是这种人啊。是啊，我跟他同事这么多年了，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许清冉，你无凭无据，张口就是诬陷。要证据是吧？行，那就调监控。监控早就坏了，人证物证，你拿出来一个，我算你厉害。冉冉，会不会是你电脑出问题了呀？我刚去洗手间之前，我已经保存好了地图，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没了，甚至连废稿都被删得干净。这难道不是人为破坏吗？冉冉，一个设计稿而已，咱们再做一份就是了。你怀孕有情绪，这刚进公司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儿跟大家闹不愉快，不值得。沈小姐，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太可笑吗？你怎么了？秦言，我给他画的底图被人为破坏了，监控坏了找不到证据。于白，21世纪了，要做就做得干净些。这台电脑和鼠标是我送给夫人的入职礼物，上面除了我和她的指纹，剩余的指纹就是凶手的。1个小时之内就会出检测结果，在这之前你们都不准离开。你怀孕了，别久站。尝尝，我特地让人做的。好甜啊！用的木糖醇，无糖的呀。是有点甜，怪我。你做的？你做的？没事儿，我喜欢吃甜的。佛爷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兴师动众，不太好吧？小事儿？你说我谢景言的夫人心血被删掉了，是小事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凶手现在出来自首，我可以从轻处理；否则，你们都有包庇之罪，后果自负。佛爷，少夫人的设计稿是我删的，这一切都是她指使我的。你太过分了！我刚刚还为你讲话，你居然想诬陷我！你说谎！早上你故意告诉我许清冉是杀人犯，害我背的。你说想报仇，可以删掉他辛苦做的图，我是有错，但你也休想撇清关系。你胡说！如果我知道你这么做，我一定会阻止你的。景言，我是无辜的，一定是他觉得自己摆脱不了了，故意诬陷我啊！景言，沈翩翩，你当我眼盲心瞎，心智5岁是吗？景言，你相信我，景言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知道的。我一向心地善够良。这次看在你家长辈的份上，我饶了你。滚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。景言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。原来你真的不喜欢他呀？看来我们之间还要深入的聊一聊。景言，许清冉，
你这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谢景言，你要干什么？许清然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一直误会我喜欢沈翩翩？你和沈翩翩逛街买戒指，我都看到了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。那天他拿戒指问我，那枚戒指和我向你求婚时的戒指长得很像，我是想到了你才笑的。可是很多人说你们之前就是一对很爱很爱的恋人。这些都是假的，这些流言是他编造传出来的。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会允许他做这样的事？他家道中落后，父亲没过几年就去世了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念在以前的情谊上，我没有戳穿他的谎言，想让他在谢家的庇护下过得好一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想不到你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心地还挺善良嘛。那你打算怎么补偿这么善良的我呀？不行，我怀孕了。我问过医生了，3个月之后可以。沈小姐，你掉进下水道了？农村路黑，你看着点啊！我要你们帮我做件事。那俩人呢？我大伯他们出门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要许清冉的命！谢景言，这些东西爷爷已经送我很多了，就不用再买了吧？那是爷爷送的，我还没送。为了避免某人以后又闷声吃醋，我这个做老公的自然要好好表现了。那些都是误会，我不喜欢吃醋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啊，请问2位想买什么样的珠宝呀？把你们这儿的全都包起来。不是吧，谢景言，你疯了？这么多珠宝，我怎么戴得完嘛1年有365天，你1天1套，管够。谢景言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生气了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但你今天必须挑几套。那好吧。玻璃上的雾气或铃木一个你，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，离地心吸引力，我温暖这样可以吗？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这还差不多，还是我老婆眼光好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陪你啊。怀孕以后上洗手间很频繁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在这里乖乖等我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姐，耀祖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姐，快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是想要钱？正好我有一些。姐，走。佛爷，少夫人不在洗手间。夫爷，监控找到了，少夫人她被许耀祖带走了。立刻启动贴网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许耀祖的位置。是。哟，姐，
你醒了。小祖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。你还记得你是我亲姐啊？我问你要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给啊？你一个人享福的时候，怎么没念着我点儿啊？徐耀祖，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没有给你。上一次你也看到了，我卡里真的只有500了。以前那点小恩小惠，你还想让我记一辈子呢？我只知道你嫁给海城首富，住豪宅，吃香喝辣。我问你要钱，你不给，还让你男人打我，打我！徐耀祖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就不怕爸妈知道了会难过吗？我怕什么？看在你快要死了的份上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爸妈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。什么？不过是点了个窗帘，谁知道还能烧到房子？那破房子真不经手。徐耀祖，是你害死了爸妈？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我亲姐，我还不是照样杀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快动手！不行，耀祖，你不能动我，你这是犯法的。杀了你就地一埋，有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？大伯母，他不懂事，你们也不懂事吗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你！许清冉呐，我没想到你还这么值钱呢，那你就安心的去死吧！你们要钱是不是？要多少？你们把我放了，我立马转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马上转给你们。再想开，晚了！谢谢爷，对不起。谢谢爷，姐。욕심이 생겼다 너와 함께 살고는 거가 주름진 손을 맞잡고 내 삶은 따뜻했었다고 단 한 번 축복 그 짧은 마주침이 지나 빗물처럼 너는 谢景言，又是你！说，谁指使的你们？说，谁指使的？谢景言，儿说了，你能放过我们吗？你没有资格谈条件，我说要么死！我说，是沈偏偏让我们这么做的。居然会听，捣乱也是他指使。谢总啊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去找沈偏偏，我们这些喽啰哪能入您的眼呢？姐，我错了，我刚刚都是胡说的呀。是他们两个老东西逼我动的手啊！你个逆子，我们把你当亲生儿子疼爱，没想到你这么六亲不认的，你个白眼狼！我和你妈早就劝你错了，要不是你见钱眼开，执迷不悟，害我们走到这一步，你现在还诬陷我们，这个逆子，这个逆子！姐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他们俩平时在家里就是这么打我的，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呀！我是无辜的。徐耀祖，我没有你这么冷血的弟弟。姐，我爸妈、大伯、大伯母，哪怕再不好，对你也都是真心的。你对得起我们哪一个？姐，徐耀祖，是我不配当你姐，你更不配当我弟弟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恩断义绝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把他们送去监狱。好。姐。佛爷，人带来了。偏偏，怎么了？你没事
是吧？谢景言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两家好歹也有几十年的交情，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女儿抓来，把我长辈的脸往哪儿放？哼，你怎么不问问你女儿做了什么？偏偏，你做了什么？妈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他们诬陷我啊！妈，你什么都没做，你散播谣言，雇人绑架、行凶害人命，这大牢你是蹲定了！偏偏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妈，我没有，是他嫉妒我跟景言走得近，是他在诬陷我啊！妈，沈偏偏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把人带进来。带过来。这是谁啊？谢景言，你把他带来想说明什么？沈偏偏，上次冉冉出车祸也是你动的手脚。你瞎说，我不认识他。证据确凿，交通局的监控由不得你不认。许国华已经在监狱等着你了。偏偏，认个错吧，说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没错，谢景言，我只是不想看你被这个女人仗着身孕威胁，我到底有什么错？我一直把你当妹妹庇佑，可你呢，却干伤天害理的事，是我看错你了。谢景言，明明我们以前那么要好，为什么我出了趟国你就爱上了这个女人？都是她的错，她真该死！偏偏，景言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教育好我女儿，但偏偏这么做也是因为太爱你了。求你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我们现在没有情分，只有憎恨，把他们带走。冉冉别怕，我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的。家属请留步。我谢景言一生不信神佛，但在此刻，我希望神佛保佑，庇佑我的冉冉和孩子平安无事。冉冉，就当我爱上最美的风景，时过继续追随你自己。孩子呢？在睡觉。我刚才看了，女儿啊长得像我，儿子啊长得像你。谢景言，你们谢家九代单传，你以后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就像史书上说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他们都带走。以后你就是我的。吉时到，青岩工作室今日正式开张。恭喜你啊，青冉，如今独当一面了，以后要多多合作啊。郑老师，您永远是我的偶像。恭喜你，许小姐，我的太太，开业大吉。谢谢。孩子们呢？在这儿呢。他们怎么打扮成这样，像花童啊？冉冉，3年了，终于等到你毕业，开了公司，我们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你难道还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？冉冉，这臭小子可是把谢氏集团当做聘礼都准备好了，
爷爷等你这杯孙媳妇茶等太久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一个名分吧。现在却想要告诉你，好喜欢你。走了，回家结婚了。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这旅人到达了目的地。